最近我一个朋友跟我说了一件事儿，他说他每一到周末的时候啊，就经常容易头疼，甚至恶心，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详细问了一下他的生活习惯，我发现这个和他喝咖啡有关系。咖啡到底对我们的健康有什么样的好处或者危害？带咖啡因的和不带咖啡因的对我们健康的影响有不同吗？如果您想戒咖啡的话，您应该怎么做？健康是我们最大的财富，让我们一起管好它。先来说说我们这个朋友的问题。这位朋友啊是一个中年女性啊，她每天呢在公司里上班，是个白领公司里呢就提供星巴克的咖啡，那么她呢就逐渐养成了喝咖啡的习惯。到了周末以后啊，她发现呢她就会出现严重的头疼甚至恶心呕吐的状态。每次呢都是在周末发生。了解到他这个生活习惯以后啊，我就判断他是一个咖啡戒断的问题。因为呢到周末的时候不上班了也没有这个免费的星巴克咖啡喝了，因此呢就出现了戒断的症状。戒断的症状最常见的就是头疼，呕吐也会发生，虽然不多见，对他来讲呢就发生了。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呢？我们在后面给大家解答。那么喝咖啡这件事情很多朋友都在议论。有一个内科联健的这个医学报告说呢，这个喝咖啡可以减少各种原因导致的死亡。其实呢，这个结论呢，我们一定要小心。它只是说喝咖啡的人和不喝咖啡的人有这样一个区别，这只能说有一种关联。但是呢，喝咖啡的人和不喝咖啡的人，他还有很多其他的对健康有影响的生活习惯，是不是我们进行了充分的对比？因为喝咖啡和不喝咖啡，除了个人喜好，还有很多其他的因素，经济的原因、文化的原因、生活习惯、精神状态等等，这些呢都对健康有很大的影响。我们看到这个关联性它不是一个因果关系不是说喝了咖啡就一定会减少你死亡的原因或者得其他疾病的原因。特别有意思呢，这些研究发现你喝不带咖啡因的和带咖啡因的区别不是很大，反而加少量的糖有好处，多了不行。喝咖啡也是要中等剂量，太少了看不出这种益处，太多了它的坏处就超过了它的益处。那么多少算是正常呢？每个人他的耐受性不一样。对有的人来讲200毫克可能2杯就够了，那么可能呢对有的人要喝4、5杯。喝多少我觉得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它带不带咖啡因。那么带咖啡因的和不带咖啡因的，他们在健康方面的好处有什么区别？带咖啡因的和不带咖啡因的咖啡的主要区别在于它们对神经系统的影响。因为咖啡因它是阻断神经腺苷的受体的，那么这个腺苷呢是让人产生一种困倦和疲劳和放松的感觉，所以在喝咖啡的时候呢，它会让我们精神感到警觉大脑感到兴奋增加我们的注意力、记忆力。那么同时呢，它还有神经保护的作用，也就是说像一些早老性痴呆帕金森综合症它似乎有一些保护作用。因为短期里产生兴奋嘛，它可以增加人们运动的欲望，造成脂肪的燃烧，有减肥的作用。但是呢，它的危害呢也在于这里，因为这腺苷被阻滞以后它让这个血管收缩，喝了太多会造成大脑缺血，所以反而起不到神经保护和让你产生警觉的作用。所以有的人喝咖啡喝了一段时间以后，发现一到下午的时候就非常的疲劳困倦，这就是你喝多了的征兆。还有呢，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你一旦不喝了像我们这位朋友到周末不喝了，那么它就会造成一个血管的反弹，就是过度扩张平时嘛，咖啡让它这个紧绷的很厉害，一到没有咖啡的时候，它一下就放松下来，造成过度的血管扩张，就造成所谓的血管性头疼，很像偏头疼的症状。在这样的情况下呢，会影响到肠胃，造成恶心呕吐。
另外呢，带咖啡因的咖啡还有3个很大的问题。第一呢，它会增加血压；第二，干扰睡眠第三个呢，增加焦虑情绪。当然最重要的，它还是让我们对它产生一种依赖。就像我们这位朋友，它是一种生理上的依赖的反应，其实心理上也有很大的依赖。习惯喝了，你要是不喝它的话，你真的会坐立不安。那么相比较而言，这个没有咖啡因的咖啡呢，它虽然也缺了这个好处，但也没有这些问题。它对我们心血管呢有更好的保护功能，有降低糖尿病的风险，抗氧化和抗炎的作用呢也很好。当然了，有的时候呢，这个去咖啡因的过程中可能会有一些化学因素的参与，但是呢，你如果找那些有机处理的去咖啡因的咖啡呢，是应该没有这方面的顾虑。这个美国的临床营养学杂志发表过一个综合的分析就发现呢，这个不管是带咖啡因的还是不带咖啡因的中等适量的使用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死亡的风险，包括心血管疾病、糖尿病和癌症。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说明呢，咖啡因以外的这些化学成分呢，它起了很大的作用。那么这些化学成分都是什么呢？我们在以后的视频继续给大家介绍。那么回过头来说，你要想戒咖啡怎么办第一呢，你要逐渐的减量，不要像我们这位朋友突然喝就突然不喝，那就会有戒断症状。第二呢，补充充分的水分。第三，要休息。如果你打算戒咖啡的话，头疼实在厉害呢，你就吃一点消炎止痛药但是呢，最简单的方法还是逐渐减。所以这位朋友，我就建议他你到周末你还是要喝一点，不一定喝那么多，逐渐的减量，1个星期之内把它戒掉。不管怎么样吧，喝咖啡还是不喝咖啡，喝带咖啡因的还是不带咖啡因的，就看我们每个人的个体的承受的能力、生活的习惯，还有健康方面的因素。如果您在这方面有什么体验和高见，请在留言区跟我们分享，也请大家订阅我们的频道。您的订阅是对我们频道最大的支持。端粒世界，守护健康，我们下次节目再见。